这个科学实验被视作是对人类末日的预言，曾给世界带来极大的恐慌。不同于核战、资源枯竭、外星人入侵等灾难性灭亡说，这个由8只老鼠开启的实验结果显示，人类或将死于安乐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，带您欣赏更多精彩内容。1968年，在美国马里兰郊区的一栋研究院中，专门研究动物行为的生物学家约翰博士正打算开展一项实验。当时，全世界刚从2战的硝烟之中走过，各个国家都疲于挑起战争，只想一心发展本国势力，这也就导致全球人口的骤然增长。在这一背景下，约翰博士着意于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：眼下的地球究竟能容纳人类的人口数量爆发到什么样的地步？倘若地球为人类的发展给予了无限的空间，那么人类的数量是否会发展到一个极限值？若这一极限值存在的话，人类的行为是否会发生改变？带着这一连串的问题，约翰博士开展了他的实验。首先是实验对象的确立，约翰必须选择一个繁殖能力与人类不相上下的物种，最好这一物种的基因序列跟人类的差距也不要太大。于是他将目光锁定在了老鼠身上。根据科学研究发现，老鼠的繁殖能力相当强悍，平均一只母老鼠一年能够生育8次，每一次所生下的老鼠幼崽数量在5至15之间。此外，科学家已经证实的是，老鼠的 DNA 序列与人类的基因大概有80%的相似度。这也是说，老鼠的某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类是共通的。基于这些理由，约翰最终选择了4对老鼠作为自己的实验对象。对象确立之后，接下来就是实验环境的设置。根据约翰博士的设想，实验环境就是要为老鼠打造一个近乎乌托邦一般的天堂存在，天敌是不可能存在的。老鼠生活所需的一切，包括食物、水资源，哪怕是建造巢穴所需要的材料，约翰博士都能为其提供。当然，约翰博士还会定期的清理这一实验环境，以保证这一环境不会滋生出什么细菌，让老鼠患病之类的。总而言之，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，老鼠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无忧无虑的生活着。当然，这个环境也有一点坏处，不允许扩张它们生活的面积，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。看到这，有些人或许会怀疑，约翰博士可能会极大的限制老鼠的活动空间。事实上，约翰博士留给老鼠的实验空间是相当宽敞的，主要实验场所是一个长宽均为2.6米、高1.4米的方形露天环境，往内延伸就是大大小小的老鼠巢穴。根据约翰的测量，这些空间足够容纳将近4000只老鼠的生存。从8只老鼠发展至4000只，数量翻了多少倍，无需多言。那么，在如此优越的生活条件之下，老鼠们的表现如何呢？这8只老鼠预言了人类的末日。这场生物模拟实验中，老鼠的生育率从暴增到暴跌，再到暴增。观察到全过程的生物学家约翰最终得出结论：人类社会终将走向末日。他为什么这么说？这些老鼠和人类社会有何联系？实验一开始，这8只老鼠就展现了超强的适应能力。毕竟，在一个不需要为了生存发愁的环境中，动物的本能就会得到尽情的释放。于是，8只老鼠一适应这个环境，就开始抢夺领地，并通过打斗的方式来散发魅力，以吸引异性。在这一过程中，能力强悍的老鼠自然赢得了异性的芳心，还在整个群体中成为了大哥大。这一阶段以争斗为主，大概维持了100来天。从第105天开始，老鼠的行为开始有所变化了。由于在先前的阶段中，单只老鼠在群体中的位置已经基本确定，那么在这一阶段，领地的所属权基本已经形成。老鼠们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开始大量的繁衍。群体中的老大享有着更多的交配权，因此后代数量也是最多的存在。而在群体中处于劣势地位的老鼠，由于没有配偶愿意与之交配，自然就没有繁衍后代一说。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新生一代中。尽管约翰博士所提供的环境足够每一只老鼠生存，但老鼠们并不知晓此事，他们还是秉持着优胜劣汰的原则进行着。于是，成群的老鼠就集中在了资源更为丰富的地方，并在这些地方形成了自己的小团体。团体内部同样存在着地位等级的差异，与最初的阶段相似。团体中的老大优先享受着资源和交配权，而处在团体末端的老鼠则被淘汰。整个实验进行到这儿，似乎都还在验证着达尔文所说的物种生存规则。然而，转折点很快到来。就在实验进行到第315天的时候，约翰博士突然
然发现整个老鼠群体变得不对劲了。不对劲的原因也很明显，由于在前面几个阶段中，老鼠们肆意的繁衍，导致整个群体的生存空间变得狭隘，因此整个鼠群就像是变异了一样，做出了奇怪的举动。首先是鼠群的繁衍速度明显的变慢，大概需要100天左右才会增加1倍的数量。其次，整个老鼠群体变得异常的好斗，但是这种争斗已经截然不同于先前的斗争，而是单纯的毫无目的的打斗，就好像是整个群体患了躁动症一般，必须要靠打斗来能缓解。而在这其中，争斗失败的老鼠就会承认自己的失败，并且躺平，每日就躺在实验场所的中心梳妆打扮。那些胜利的老鼠则不断的发起挑战，以至于整个群体都不得安宁。颇有意思的是，在这一混乱的生活环境中，部分成年老鼠竟开始找幼鼠交配，发育尚浅的幼鼠显然无法承担繁衍任务，因而多以流产结尾。这是一场最恐怖的科学实验。8只老鼠预言了人类的末日，即便在一个近乎完美的生存环境中，灭亡也是唯一的结局。难道人类的未来真的已经注定了吗？当约翰博士的实验进行到第560天的时候，鼠群的数量达到了巅峰。只不过，这个数量巅峰也远低于博士最初的预计，仅2200只。要知道，博士最初设计实验场所的时候，可是预计了4000只的数量。如今鼠群发展至此阶段，还仅是博士预计数量的一半。那么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进入第3阶段后，整个鼠群已经表现得异常狂躁，好斗是它们的基本属性。拥有正常繁衍能力的老鼠们拒绝与同龄老鼠交配，而是选择年纪尚浅的老鼠们。然而，这一交配并没有拉动整个鼠群的繁衍率，相反，不但流产率骤然增加，还催生了很多畸形的老鼠。与此同时，许多在斗争中失败的老鼠也懒得去寻觅住处，变成了流浪鼠。虽然天地之大，四处为家，但它们的脾气依然是不容小觑的。看到让自己不爽的同类，依然会上前干架。而那些有领地的公鼠也不屑于繁衍后代，反而过上了精致的生活，每天就想着如何打扮自己。总而言之，整个鼠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在实验进行到第1780天的时候，仅剩的最后一只老鼠也走向了死亡。约翰博士所打造的天堂也就此终结。实验结果一经公布，引起了全世界的恐慌。原因很简单，当下人类所追求的其实就是一种不需要操心生存的生活状态。可约翰博士的实验似乎在向全世界宣称，当一个物种进入到这种环境之中，虽然短时间内物种数量会骤增，但这种人口过剩最终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危机，甚至还有可能导致物种的灭绝。而当我们冷静沉思一下这场实验的时候，就会发现我们与老鼠是何等的相似。眼下科技的进步虽然还不足以让每一个人都享受到现代社会的便捷，但相比几十年前的社会，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担心生存问题。人类正在试图用科技打造出一个乌托邦。人类与老鼠的最大区别恰好在于我们具有意识，能够反思自己。试想一下，就算约翰博士能够不断地给老鼠们扩充实验场所，实验结果也不一定有所改变。因此，问题或许并不在于生存空间的大小，而在于一个物种能否战胜自己的劣根性，比如老鼠的贪婪、懒惰、占有欲、攀比，这些比起老鼠，人类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毕竟今天的能源危机很大程度上是自作自受的结果。在很多人看来，如今的战争都是资源短缺引起的，但哪怕有一天世界上的物质真的充盈到能被称为乌托邦的地步，如果人类无法改变劣根，估计即便是为了一个莫须有的概念，也会打得头破血流。因为人类最大的敌人永远是自己心中的恶魔。约翰博士的实验留给我们的不该只有恐惧，更多的应该是自省与改变。中国古语说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这里的忧患意识不只是对外来之敌的防范，更是对内心恶魔的警惕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